30年前，爸爸突然像变了个人，还能飞檐走壁。那今天的故事呢，来自网友时光荏苒。30年前呢，咱们任姐9岁啊，家里呢还有2个弟弟和1个妹妹。有天晚上，爸爸呢在床上陪他们玩扑克牌，本来玩得好好的，突然呢闭着眼睛唱起了歌，不知道他唱的是什么啊，这个调子呢很奇怪，词也听不懂。那几个孩子呢就追着问爸爸：“你唱什么呀？”爸爸也不搭理他们，唱了几分钟之后，跟疯了一样冲了出去。那时候呢，他们家院子的围墙种了一圈树，差不多2米多高。爸爸的身高呢只有1.68米左右，但是他直接就飞了过去啊，跳到了围墙外面。家里人呢都看愣了。那妈妈呢带着任姐找了整整1夜啊，没有找到人。第2天中午终于找到了，在村里的寺庙里。那把他带回家的时候呢，爸爸人是正常的，问他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跑到庙里去。那当时就以为说人找到了就没事了。但是从那之后啊，天一黑，他又变成了那样，连续几个晚上啊都是如此。那奶奶呢就觉得爸爸是被不干净的东西给缠上了，请了驱邪的人来做法，但没有用。那村里的人呢当时都说任姐啊她爸爸疯了，所以呢他对这个事儿印象特别的深。那爸爸这个人呢特别的善良啊，他不愿意给人添麻烦，所以白天清醒的时候呢，他就会让妈妈在天黑之前把他绑起来，就这样绑了差不多有半个多月。但不管绑得有多紧啊，每一次他还是会跑掉，而且每次呢都会跑到庙里。妈妈呢在那个年代上过高中的，所以呢她不信鬼神。那最后呢就决定让村里的叔伯把爸爸给送到广西合府的精神病医院。在那里呢住了1个多月啊，什么也没有检查出来，也可能是当时的医疗不发达啊。总之呢查不出原因，就让他回来了。回来之后，他倒不像之前那样晚上往外跑了，看着挺正常的啊，还跟家里人解释说之前的情况呢是因为师傅上了他的身，而这位师傅呢是一位会治病的天师。那妈妈呢是不信这些的，就觉得他是胡说八道，或者说精神分裂了。但看他啊，除了这个事儿之外，其他都很正常，也就没有多问了。那回来之后的爸爸呢，还多了2项本事，算命和看病。但他算命呢，不像传统那样掐指算，也不需要问8字啊，而是要冲凉净身，烧香敬天地，然后呢进入一种半睡半醒的状态。他也不怎么收钱，说师傅呢不让讲钱，所以来算命的人通常呢就给1-2块啊，或者呢带点水果。就这样白天干活，晚上算命，持续了1年多。妈妈呢就不让他算了，因为每次算完命啊，他都显得特别的疲惫。那至于看病呢，妈妈起初也不准他看，一来呢他不信，二来呢爸爸从来没有上过学，连自己的名字都不认得，那谁敢信他说的药方呢？直到任姐的2个弟弟8、9岁的时候呢，得了这个肾结石，整天疼得打滚。那个时候呢，任姐家里没什么钱，没有去大医院。私人诊所呢说弟弟肚子里啊可能有虫，那吃药呢也没有吃好。那爸爸就说了，师傅告诉他啊，这是肾结石，并且呢说了几种草药的名字。那妈妈呢只能抱着怀疑的态度去问村里的医生，那几种药啊一起吃有没有害？村医说呢啊没问题，他才试着给弟弟们吃，结果2个弟弟真把结石给排出来了。那妈妈又觉得这可能只是巧合而已。那后来呢大伯也得了肾结石，也是这样治好的。就从此之后啊，再有得肾结石的人来找爸爸看病，这妈妈呢也不阻拦了，反正呢也不怎么收钱啊，就当做好事了。但他仍然不准爸爸看别的病，怕看出问题来。那爸爸当时的原话是啊，师傅说了，除了死病不能治，其他都行。那会儿啊，农村说的死病呢，大概的意思就是癌症啊。后来呢，这个村里人得了其他病呢，实在治不起了，来求爸爸啊。爸爸呢，真的是给他们都治好了。日子呢就这么过着啊，爸爸呢也成了远近闻名的神医。那家里每次遇到什么大事儿啊，这个爸爸呢都会烧香跟师傅说，一家人的日子呢过得也很顺啊。那任姐呢也结婚生子了，直到10年前，这个爸爸呢每年啊开始跟妈妈会提几次，说师傅夸他是最忠厚老实的，要他去做瞳口。那爸爸说小儿子小女儿还没有结婚，还没有见到孙子，任务没有完成，还不能去。那爸爸说的呢是家乡话，任姐呢也不确定这个瞳口是不是童子的意思啊。因为妈妈呢是不信这些的，所以每次爸爸一说这些啊，家里人呢都只当是平常话一样啊，听一下就过了。直到2020年快过年的时候，这个爸爸有一天突然说，师傅回天上了，说下面呢有大事要发生，让孩子们啊待在家里不要乱走动，还说那边已经有了他的名字，他的魂也在那边了，只是肉体还在这边。其实家里人并不知道他所说的那边是指天上还是地下，妈妈不信嘛，已经没有多问。那过了有4个多月啊，爸爸骑车呢摔了一跤，去县城医院住院，医生说 B 超显示肝好像有点问题。那出院之后呢，任姐呢就带他去市区的医院检查，居然是原发性多发肝癌。
医生说了啊，这个做手术复发几率很高，最多呢也就2-3年的时间。所以任姐和老公商量之后呢，决定放弃手术啊，选择对爸爸隐瞒病情。那个时候呢，因为做了各种检测嘛，爸爸自己呢也感觉到身体可能是有问题。那出院之后，他就烧香问师傅，可他说师傅不理他。那一次呢，任姐就听到爸爸在自言自语的说，估计是死病，以前一问师傅就开口，这次怎么问都不吭声。之后3年多啊，爸爸呢并没有不舒服，似乎也忘了生病这个事儿，但偶尔呢还是会说啊师傅叫他去的话。因为妈妈呢不知道他的病情，所以每次提起来呢，妈妈是不当回事儿的。而弟弟和妹妹呢，在2022年和2023年呢陆续结婚之后呢，也生了孩子。至此，爸爸的任务呢好像真的完成了。那到了2025年2月底，爸爸突然感觉身体不舒服。其实任姐知道他的时间不多了，在医院治疗呢也没什么效果，所以在3月底的时候呢，任姐把这个病情就告诉了妈妈，但仍然是瞒着爸爸。那妈妈这个时候呢心慌了，骗爸爸说啊他只是肝血管瘤。那一向不信神佛的妈妈呢，也开始让爸爸去问师傅有没有什么药能吃。爸爸呢一连烧了几天的香啊，他说师傅很奇怪，每次都背对着他，什么也不说。后来呢，他说他的师傅被问烦了，说了2句话，原话是4月身体一天比一天好，5月游十方。妈妈理解的意思是爸爸4月份身体会好转，那5月就要走了。听到这些话呢，其实任姐的心里也很难受啊。另一方面呢，她又很怀疑，怎么可能一天比一天好，5月又走了呢？这不是前后矛盾吗？就那个时候呢，每天她陪着爸爸，或许呢也是病急乱投医，她也开始跟爸爸聊他的师傅，问他的师傅是男是女，长什么样子，年轻还是年老。爸爸说师傅是男的，50多岁，古代装扮。那看着爸爸的状态一天比一天差，任姐呢又催爸爸问师傅开点药。那爸爸呢再次去问连续烧了几次香之后，他说他师傅呢叫他别再问了。那很快呢，时间又来到了4月份，爸爸的身体呢的确比3月份好了很多，那整个4月的状态都不错。所以进入5月的时候呢，任姐其实觉得爸爸应该是可以活很长时间的。但到了5月12号，爸爸突然吐血了，送去抢救，住了10天院。那出院之后瘦了好多，睡觉的时间呢也越来越长了。直到5月27号，那爸爸呢突然对任姐跟任姐他妈说，他的3魂7魄已经在床周围飘着了。虽然说都不是很信但是28号呢还是把弟弟妹妹都叫了回来。那天呢，爸爸睡得更久了，妈妈也想起他说的5月游十方，跟几个孩子都说了，你们爸爸肯定是这2天要走了，5月份呢就只有这几天了。他还让任姐兄妹几人呢帮爸爸穿好寿衣。当时呢，任姐他们是不愿意相信，也不愿意这样做的。那29号的晚上，爸爸的状态呢要比白天好，很清醒。30号的早上跟中午呢还吃了东西，弟弟们甚至都觉得爸爸这个状态肯定是不会走，都打算下午回去上班了。没想到下午4点钟，状态急转直下，凌晨12点03分，爸爸走了。果然还是在5月份的最后一天走了。那爸爸走之后呢，妈妈经常说，如果当初相信爸爸的话，相信真的有这位师傅，让爸爸去求师傅多给几年时间，爸爸会不会就能多活几年了。其实有的时候呢，我也在想当我们面对超越认知范围的事物时呢，我们是应该固执的紧闭心门，还是应该怀着一份敬畏去接纳那些神秘和未知。好了，我是老朴，下个故事见。